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丹。这个视频是适合中文初学者的。我是一个中文母语者，我的视频是更好的帮助初学者学习中文，以及很多学习了很多年中文，但是还是不会说中文的人。如果你对中文感兴趣，但是你觉得中文很难学习，你希望快速的在日常生活中用中文去交流，比如说旅游、交朋友、教你的孩子中文，以及你的工作需要用到中文，那这个视频正是适合你的视频。很多人学习中文很多年，觉得中文很难。其实中文的语法很简单，我教过很多人学习中文，大部分人的母语是英文。我发现他们觉得中文很难学习，是因为3个地方觉得难。第一个学习中文的难点是中文的汉字很难，他们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怎么写这些汉字。第二个学习中文的难点是中文的词汇比较多，而且和英文属于2个体系里面的，像是英文和西班牙文以及欧洲的很多语言都是很接近的，你们有自己的母语可以对标，但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体系，所以一开始学的时候，你需要花很多时间去记住中文的词汇，因为中文的词汇里还有一些成语，这些成语也是非常的多的，所以大部分人觉得很难。第3个中文比较难学习的地方是中文每个词都有4个音调，所以如果你去学一个词的时候，比如说你好这个词在英文里的意思是 hello， 就是打招呼。当你说这个词的时候，如果你按照正常顺序来学习，你需要把这个2个字写20遍，但你还是记不住这个词是怎么写的。如果你写了很多遍还是忘记了，不要紧，这是正常的，忘记是很正常的。即使你记住了，你需要去学习你好2个字的音调。中文一共有4个音调，你是第3个音调，好也是第3个音调。但是有时候很多词当我们发音的时候，其实并没有那么明显的声调，比如你好，有时候你这个音听起来像是第2个音调，是因为你好这个单词当说得很快的时候，音调会变得不明显，所以当你学习完你好这个词，如果按照正常的学习顺序，你是很累的，因为这里有很多的点你一下子根本记不住，而且因为跟英文不同的说话习惯，你也需要适应，所以这种中文学习方法其实是没有必要的。你回想一下你是如何学习一个语言的，你会发现一开始对于一个词，你只能记住这个词的发音，而且这个发音还是不准确的，因为你一开始只是进行了大量的听，然后你把这个词试着说出来，你可能会说错几次，但这就可以了，因为这就是学习的过程。很多以英文为母语的人，他说的中文都是不标准的，但是作为一个以中文为母语的人，一般都完全能听懂，所以这就是你学习的目的，因为语言本质上就是一个交流工具。我看了很多学习中文的视频，我觉得他们说的太复杂了。我作为一个中文母语者，如果让我这样学习，我的中文也会很差，因为我们学习语言，不管最终目的是为了什么，考试也好，旅游也好，做生意也好，但是这个过程中必须是你有兴趣，如果你没有兴趣，你很难坚持下去。所以一般我的学员，我会让他们先以词汇为突破点，
如果你是初学者，你可以先不学习汉字，你也不用学习音调。比如说你好这个词，你只需要记住这个词的意思，你可以说任何发音都没有关系，因为在场景里，任何一个中文是母语的人基本都能听懂。所以最开始学习的时候，关键是你要在短时间内掌握大量的词汇。这个掌握不是完全掌握，而是你只要能说出这个词就可以，发音不准确也没有关系。重要的是你先把这个词在某个场景下用起来。然后中文的语法是非常简单的，中文基本上没有什么语法，主要的难点是汉字。汉字在初学者那里，你能尽量多的辨认出来这个汉字的意思就可以，不用追求背下来。然后是音调和拼音，中文的拼音和英文的音标是一样的，都是为了发音的准确。所以如果你一上来学习拼音的话，其实完全没有必要，因为一开始你需要的是辨认出大量的词汇，然后记住一些常用的词汇，可以随时说出来。所以如果你跟着我学习中文，你可以快速的把中文当作工具去用，重点是你要快速进入用的状态，这样你才能让中文快速进入你的生活，而不是把中文当作一个学科在研究。所以今天的视频我将教你们4句中文，你马上就能在生活中用起来。这就是起床的时候你和别人说的中文。比如你家里有小孩，你想叫他起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说早上好，早上好。刚开始你可以说的慢一点，早上好。你不用特意去记住早上好这3个字的音调，你只要记住早上好这个词的大概发音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样你才能快速的突破词汇。当你的词汇突破一定量的时候，你可以再回去调整你的发音。因为你没有大量听中文的环境，所以这是你最快学习中文的方法。当你说完早上好之后，你可以说该起床了，该起床了，该起床了。然后你的孩子起床以后，你说洗脸，洗脸。然后你可以说早餐准备好了，早餐准备好了，早餐准备好了。当然不限于小孩，你可以和你的伴侣说，和你的父母说，和你的朋友说。你学会了吗？如果你学习中文有什么问题，你可以在下面评论。那拜拜。